大家好，欢迎回到7Best 的投资频道。今天是2021年5月26号的美股盘中啊。在我们这个视频还没有正式开始之前呢，我想请各位可以帮我们去点赞、关注和分享我们的视频。你们的点赞和关注无疑是我们一个最大的鼓励啊。然后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吧。今天我们的视频内容会包括2点。第一点就是我们会去分析说这几天这个三大指数的这个走势。第二点就是说，因为今天的涨幅排名啊，前面5名里面有3个是属于这个 WSB 概念股的，所以我就会以一个技术分析的角度去分析看看近期这个 WSB 概念股是否卷土重来了。今天第一个要说的是我们的这个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啊，一样这个科技的指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今天是属于一个低开高走啊，不过涨幅也没有那么多，因为目前它的价位差不多处在了13750至13800左右的这个阻力位置嘛，也是一个顶部的一个缺口阻力，因此最近的这个走势会比较以横盘或者是比较小的涨幅或跌幅为主。所以后续的话，个人的话是建议在这里不要去做任何的操作，因为目前的股价来到这里了，然后它也没有做出什么样的表态。后续的话，如果想要去操作的话呢，就等它的股价，看它会否向上去填补这个缺口，并且站上13800价位左右的这个阻力上面。如果能够站上的话，这样子挑战新高的可能性才会比较大。如果后续它是不敌这个空方阻力的话，空方缺口，如果后续往下的话呢，就要小心的去关注了。向下的话，只要关注回同时这个低点啦，差不多13000这个低点啦。这就是这个纳斯达克的一个分析，所以目前来说，这个价位要小心的去应对。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这个标普500，标普500它的走势也跟纳斯达克很像，标普500在这几天也达到了这个差不多4190左右的这个阻力，并且在昨天也跌回了下来，然后今天进行了横盘嘛。所以后续的话一样需要去看它能否顺利的去站上4190，就是它需要去成功站上4190的这个阻力，后续向上才会比较好一点点。不过后续一样要去关注4250左右的这个下一个阻力位置吧，看能否被突破啊，因为目前他们的价位都属于高位的阻力当中，所以如果你在这里做多的话，可能就会在最高处那里去买进了。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名字一样，就变成了一个韭菜嘛，因为后续如果下跌的话，所以现在还是以观望为主比较好，就不要去做太多的那些动作。然后下一个是这个道琼斯，道琼斯的话它的分析跟我们之前看法还是一样啊，上方有这个空方缺口，然后也是一个较大的一个阻力。后续的话一样，如果道琼斯要看多的话，必须得填补这个缺口，并且站上它。这样子继续看多看牛市才会比较好。如果后续一样是抵不过这个站不上跌下去的话，就要看这差不多33620左右的这个支撑位置啦，看后续能否被守住。所以以这个纳斯达克、标普500跟道琼斯来说呢，这3个美国的3大指数啊，都是处在了一个高位的一个阻力当中。因此我们后续的话，在这几天操作也好，都要十分的小心，就不要去盲目的做多还是怎样，因为它都是属于一个比较危险并且不确定性极高的地方。后续的话想要操作，就等它走势明朗了，或者是它已经给你一个明确的信号，它是跌或者是升了，才去做操作会比较好啦。然后这就是我们对这个美国3大指数的一个分析看法。然后下一个，让我们来说一说这个 WSB 概念股里面的一些比较红的股吧。WSB 概念股的第一个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 GME， 因为 WSB 概念股其实大部分都是和这个基本面无关的，因此我们分析这些股的时候都会以技术面去分析。
因为技术面就可以去看到说到底什么时候有人去买入，并且到底它后续会涨到什么地方，会有遇到阻力嘛，所以我们就会用技术面去分析。GME 其实之前它都是属于一个区间的一个盘整震荡，并且也进行了缩量很长的时间差不多从3月份到现在的5月份都进行了一个盘整嘛，然后后续在昨天星期二的时候并就出现了一个大量，这个已经算平时的2倍或3倍量了，大量并且突破了这个区间。因此如果会技术分析并且在昨天有去关注 GME 这只股的话呢，在昨天其实都会陆续的去进场，因为是蛮不错的一个突破，后续向上的几率也非常高，不意外今天也涨了一个10多%，所以后续的话 GME 以技术面来看的话，后续可以关注差不多280左右的这个阻力位置，看能否被顶住，还是还会站上。站上的话，这样子它的后续的拉幅，可能可以去看之前的前高，差不多400左右价位都可以去看了，也蛮关键的。所以后续的话，就看能否站上这个280左右的这个阻力位吧。站上了看差不多350的阻力位先，去看它能不能去突破。所以我们一样都是以技术面、技术分析去分析这档股票，就没有去说太多它是否值得去买是什么，就以一个交易的思维、一个投机的思维去想罢了。然后这就是我们对这个 GME 最近的这个技术分析的一个看法啦。下一个我们要说的这个 WSB 概念股的也是这个 AMC 院线也是一个较红的 WSB 概念股。AMC 院线一样，我们会去以这个技术分区去分析它。这只股的话，其实在之前的时候，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技术形态是一个三角收敛的形态，并且在5月13号的时候就已经突破了，所以这只股它还比较早突破而且它后续也走得十分的完美。它突破了过后便进行了一波回调打在了这个前高的这个支撑过后呢，就开始陆续的爆发了。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所以一样，如果会技术分析并且有关注这只股的朋友呢，其实大概也知道在这个价位买入其实是蛮不错的，然后它涨幅也达到了差不多60%，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涨幅。后续的话向上也是关注差不多前高的位置咯，差不多20.3块左右这个阻力位置，看后续能否站上。我个人认为的话是，如果你要去交易、去投机、去炒股、去炒这些 WSB 这种暴涨暴跌的这种股票的话，千万要记住一点，就是说你自己的这个技术分析的实力是否够去应对。因为有很多股民不管是美国也好、中国也好，哪里都好，很多股民都是对这些投资知识一窍不通，就随意听消息去入场。如果你之前也是听消息去入场的话，你就可能会在这些高点进去被套了。被套了过后，你看今年的2月到现在5月你差不多要被套3个月，你能忍受这个时间成本吗？所以我个人的话是建议说，如果你是真的是要操作这种投机性比较大的股票的话，尽量去学习技术分析，一定要去懂得一定的这个技术分析的知识过后，你才去进行操作，这样的话你的胜率才会比较好，也会比较提高。不过个人还是认为就尽量少去碰这种股票，因为这种股票基本是没有什么基本面可言的啦，就是一个炒股、一个投机的一个股票。所以后续的话要十分小心啦，目前也升到那么高的价位了，最好就是要会技术分析才去操作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影片的内容啦。如果后续的话大家还要我们去以技术分析去分析其他什么股票的话呢，能够在下方留言去告诉我们。一样如果喜欢我们这种类似这种技术分析的视频的朋友们呢，能够去帮我们去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